开始今天的节目，有请1号男嘉宾。孟老师好，2位老师好，24位女嘉宾好，我是王景峰，今年31岁，来自江苏盐城。来，选你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，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。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。爱之，请回答。您的第一个诉求是？我希望恋爱时，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家过年。如果说你们12月份开始谈恋爱，1月份过年就要回去过年了。我们可以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，可以一起感受我成长的环境。是5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在我们那边的习俗呢，就是跟你回家过年，你的父母一定要给见面礼。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刚恋爱1个月，我跟你回家过年了，如果说不给见面礼，你会考虑到你女朋友这样一个感受吗？我觉得见面礼这件事可多可少。还有我说的这个回家过年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旅游的心态，就大家可能不用背这么多包袱，就是感受一下我们盐城的风土人情，麋鹿之乡，水绿盐城，丹顶鹤的故乡。我15号，我好奇问一下，那你如果跟对方过年，父母没有给你见面礼，你会翻脸吗？我会不高兴，就是对我的一个不重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带男嘉宾回去见父母，你爸爸妈妈也会给他准备见面礼吗？认可他的话会准备，如果说我的父母不认可他，我也不会把他带回家过年。16号。男嘉宾你好，男生和女生的概念不太一样。男生把女孩带回家，可能就是男生意味着他想带她去看他小时候成长的地方，但是女生心里想的就是我都跟他回家了，那可能以后就是要定亲呀之类的一系列。对呀，而且我同意，就是比方说女生也会在想，我跟自己的父母怎么交代呢？对对对，爸爸妈妈，我今年我不跟你过年了，我要去一个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方家，那父母就在想，那你们是不是要走向婚礼了呢？如果假如说你不是这么回家过年这个事儿，你只是我需要邀请你来我的家乡，来旅行，这个就很 OK。所以呢，我也觉得听了这个，刚才我们也受到教育，轻易不要开这种口。见父母这个事儿吧，在有些女生听了一见父母，感觉下面就是领证儿，马上要办事儿。我曾经提过一个建议，我们把这个事儿吧，把它的隆重感降低一些，不要给他们那么大的压力。比如说，我曾经举过例子，哎，谈恋爱嘛，跟女朋友说，我妈包的饺子很好吃，周末到我们家来吃吃我妈包的饺子。哎，这样听上去是不是压力要小一点？你说回家过年，如果再回老家过年，再来7大姑八大姨，在他们听来，坏了，我是你们家人了。所以呢，你慎重提这个。13号。喂，男嘉宾你好，你是江苏人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家乡那边过年会吃饺子或者做一些比较可爱的馒头吗？因为我特别擅长这个。哇，很棒哎！今天我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特色，因为我们在黄海之滨，所以我们带来了海鲜的饺子。海鲜饺子。10号、1号、13号、17号，再尝一尝饺子。好，谢谢。第二个，我不希望你介意我有时会发呆。发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吧，我每天要接触很多的人。你为什么会接触到很多人呢？你是 HR 吗？我是老师，一周有16节课和2个社团，我差不多一周要教400多个学生。
8号。你好，男嘉宾。因为我比较能理解男嘉宾这种想法，因为在我平常工作累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去发呆。但是我选择的是一些风景比较好的地方，比如说可以看到日落呀，或者在海边啊。我曾经在冬天在厦门海边发呆，从2点发呆到晚上6点。对，我之前也特别喜欢在海边发呆，我有很多我在海边发呆的照片啊。哇！然后这是我在北戴河，它有一个孤独图书馆，还有它那个白色的教堂，我真的就在那儿，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就看那个风铃在不停的飘摇。对。4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也是喜欢发呆，然后我的发呆是那种冥想、正念这种的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发呆。好啊，好啊，欢迎一起。2个人恐怕就很难一起发呆吧？发了2分钟，哎，干嘛呢？在发呆啊。好，来看片子。音乐是爱好，也是职业。我是王景峰，是一名公立学校的音乐老师。对于音乐懵懵懂懂的孩子，我是他们音乐路上的领路人。看着他们成长，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。我的音乐启蒙是在小时候，因为妈妈是服装设计师，经常会给很多音乐老师制作演出服，我也因此接触到了钢琴，喜欢上了琴键发出美妙的声音。后来我又爱上收听广播电台里的音乐节目，那是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江苏交通广播网有一档音乐类节目《边走边听》，开场引用了彭佳慧的一首《旧梦》，那是我最爱的一首歌。正是那段时光，我决定了以音乐为职业。音乐宽广博大，近2年我开始感受到传统音乐的美妙。我时常会听听戏曲和民歌，偶尔也会哼唱几句。大概因为我成熟了吧，以前很难理解戏曲的节奏很慢，现在爱上了它紧拉慢唱的魅力。随着年龄的变化，我也开始注重起养生，更自在地安排起自己的生活。一个人独处时，我喜欢阅读不同类别的书籍，来不断提高和充实自己。我喜欢的作家有三毛、冰心、林徽因、张爱玲，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，比如独立、自由、有才华和丰富的人生经验。正是这些独特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有时候我也会约上3俩好友去打一场激烈的球赛，在城市漫步中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。时光缓缓，岁月凝香。如果你也喜欢流动的音符，散发着墨香的书和挥洒的汗水，我想这会是我期待的缘分。14号。你好，男嘉宾。你好。我刚刚看到威萨林讲开始注重养生了，我也是有，就是随着年龄的变化，给我带来了一些改变，就是我的胃变成了大人胃。我从小经过超市里面那些零食区的时候呢，我都是走不动路的。但现在长大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我对零食好像提不起兴趣了。是，我原来其实也很喜欢喝美式，但我现在每天去办公室第一件事先泡杯茶。1号。
男嘉宾你好，我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养生的人，然后我现在的睡眠基本上就是9点半到10点我就上床了，然后第二天我可能6点多7点多就起床了，我这样的作息你能接受吗？太早了吧？不早啊，因为我是身体不大好，然后我很喜欢去按摩，然后也比较喜欢去做一些针灸，然后我自己会很喜欢喝中药。我今年夏天也去省中医院开了3伏贴，我今年第一次，我觉得我也需要对自己有这种了解啊。注意健康，注意养生，永远是好的。20岁到80岁，健康养生都要注意。但是呢，我们每天有那么多人去短视频看那些网上的文章，凡是特别爱宣扬人呐、要保养啊，你要保养这个，你要保养那个，贩卖情感焦虑、年龄焦虑、容貌焦虑、成绩学业焦虑，所有的都是他们的生意。所以呢，我们注意健康，良好的心态，自己把自己过好，不要轻易的陷入到他们给我们制造的所有的焦虑的陷阱啊！我这是一个建议。哎，你喜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是吧？对，我小时候最早听的是的边走边听，包括我后来听一档深夜节目的来来往往，当时它的片头是用梁实秋先生的一句话：“你走，我不送你；你来，多大的风雨我都去接你。”其实我在小时候并不能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会觉得这句话深深地打动着我。现在我们台的广播节目，你还听谁的呀？还蛮想听陈明跟梁爽讲段子的，想让自己在生活中稍微快乐一点，特别是在下班路上。我替我的同事谢谢，那这也是我们的听众啊。我注意到你说你喜欢读书，你喜欢的作家你说了一圈，我注意到一下，全是女作家。冰心、三毛、林徽因、张爱玲、张爱玲。对，我会觉得女性的作家的文笔细腻一点啊，感情丰富一点，特别是三毛跟荷西的爱情故事，我真的觉得深深地打动着我。你说的这4个女作家，她们倒都是满足了自己的爱好，而且获得了经济独立。她又浪漫又独立，我觉得她可能是喜欢这样的女性形象。对，是有才。来，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喜欢的书，11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就是我想给你分享一本是一个现代女作家金鱼酱她的《人间告白》。她大概讲的是她和她的老公小呼，然后一段很美好的爱情故事。但是在后来，她的老公小呼被查出来患有癌症，然后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儿子，然后在最后的这段时间，然后女作家就陪老公一起去战胜病魔，并且他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去旅行，然后带着孩子，然后珍惜他们最后在一起的这段时间。就是这本书是我每次只要打开它看到就会很感动，就会流眼泪的书，让我感受到就是2个人之间的爱，对，并且还有女性的坚强。好，谢谢。7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最近在看我中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本书，在重读，就是安忆如的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。它是以女性的视角再去回顾历史上面一些比较有名的、我们都了解的一些人物，比如说像鱼玄机的故事呀、杨玉环的故事呀。我觉得它的这种阐述是非常唯美的。当代的女作家里边有2位是值得大家找来看一看的，一个是王安忆。一位是迟子建，他们2位的作品，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看一看女性作家的内心世界，可以了解的看一看。好，看下一个。主动与被动，遇见与分别，有时就在一线之间。你的选择决定了结局。那年我到柬埔寨度假。遇见了一个中国女生，从有点羞涩到结伴游玩，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但当时仅仅把她当作旅途的伙伴，没想到告别之后还会再见。回国后有天收到女生的消息，问我春节假期要不要去北京玩，我几乎没有犹豫的就回复好呀。北京之行让我们更加彼此了解，感情也迅速升温。
于是确定了恋爱关系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假期，我就会前往他的城市。刚开始只是驴友，后来觉得在相处的过程中会有日久生情吧，因为我在放假，他在工作。我发现他的工作状态就是非常的像现在讲的独立女性，非常的果断，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吸引我的。后来他的工作开始变得繁忙，我们不仅不能像之前一样经常见面，连用手机这块小屏幕联系都变得很难。当联系越来越少后，内心的坚持也一点的崩塌。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我们在心里达成了分手的默契。情感肯定会慢慢的磨灭，就生活又会有新的工作，或者会有新的朋友，你身边又会有新鲜的事物，你就可能就感觉是一个像张学友唱的《遥远的他》的那种感觉。在爱情中，我的浪漫阈值有点高，我期待的浪漫是巧遇海上星空，或者如三毛与荷西一样，去经历一段自由而冒险的生活。我期待遇到一个自由独立、有判断力的女生，期待她与我的阈值接近，节奏相同。工作日，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；假期充分享受生活，感受两个人的舒适和治愈。6号，男嘉宾你好，我看 V42里面你的那个第一段恋情说是两个人之间慢慢冷淡，就是说你们中间没有认真的说过分手吗？花开有时，不负期待。非诚勿扰，现在继续。就是说你们中间没有认真的说过分手吗？我觉得他可能不再联系我，我可能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。点到为止是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18号，男嘉宾你好，就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在跟上一任慢慢冷淡的时候，你觉得可能就没有必要再说结束，但是女孩可能不是这样想的，就想你来哄我呀。对呀。我觉得分手还是要说的。对。3号，你好，男嘉宾，你觉得你不联系他就是有点冷暴力啊？因为他的工作原因，我可能也联系不到他。但是，一般女生其实很希望男生主动去联系她的。然后，在我印象中，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的不联系我，就是不喜欢我。而且你没有说开就分手的话，我觉得挺不礼貌的。当时我是依然喜欢，我觉得是女方先放弃了我。你去挽留一下他呢？你还喜欢他？如果是 HR 就会说，我觉得我们最近状态不太对，顺一顺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吧，没有对错，关键是要同频才好，对吧？有人说分手要说啊，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分手了呢？有一些妹子就觉得48小时不联系视同分手，不用说。你看两种态度，你得找到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跟你看法一样的。这两轮对话呀，男生跟这边3号还有18号的女生是两个世界的对话，这边是文艺世界，这边是烟火世界。你们是在一个真实的人间生活的探讨的一些操作细节，他脑海中出现的是三毛和荷西，不爱了还需要说吗？我们这样的一段爱，彼此心中有没有回应，有没有消散，他难道不懂吗？但确实，这是孟老师刚才讲的，就是这是个频道的问题，没有对错。最后一个问题，2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毛慧蝶，来自浙江杭州，是一名茶艺师。男嘉宾你好，因为我感觉你是个很文艺的男生，有点追求诗和远方的那种类型。但是其实在我的经历之中，我发现如果两个人都很感性，或者说都很理想化的话，他是不可能走到后面去的。所以如果说你遇见一个跟你一样比较理想化的，那你是会去做那个偏现实一点的人，还是继续保持你的感性呢？首先，我觉得物质上的生活保障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去追求一些我想要的东西，再加上工作原因，可能假期会比较多。我觉得我也特别希望那个人跟我一起去撒哈拉。
我觉得我有试错的机会，可能在那个沙漠中，我们可以生活1个月或者2个月，可能觉得不合适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回到城市来。我觉得，是这样子。你说的这个，我倒是有一位女嘉宾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环球旅游家陈菲菲，在撒哈拉住1个月，这个事儿她是真能干出来。你好，男嘉宾，撒哈拉我去过。很棒哎。想说的实际就是，三毛与荷西的故事在70、80年代了，那现在是2023年，也许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适应不了撒哈拉的艰苦的长期环境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有这样美妙的体验。我觉得人生是一种体验，对，我觉得体验很重要啊。是的。两位，我觉得诗是一种远方，但是生活是近在眼前的，它就是一茶一饭一蔬一菜。怎么处理好这2个世界之间的切换关系，确实需要一个过程。你需要找一个跟你一样活在诗里的女生，开始一段你能满足你心中某种投射的至真至纯的爱情，但是真的走入婚姻和生活，可能刚才2号给你的那个小建议是更贴切的。他需要一个极具人间烟火气，啪一下把你拉到现实社会中来的这样一个人，能更漫长的走过几10年的旅程。我想说2句，因为你喜欢的这个4个女作家我都喜欢过，但是为什么我到现在开始就不怎么读她们的书了呢？是因为她们停留在我美好的少女时期，后面我喜欢看的东西是更多的是成长。其实我们最了不起的是在于我们的成长性，我们可以反思，我们可以改变，我们从苦难当中滋生出来的勇气，也许是更大的诗意。谢谢老师。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选择。我们热爱艺术，我们喜欢音乐、绘画、小说、诗歌，这些艺术作品，他们会丰富我们，滋养我们，但是它不应该影响到我们要照着艺术作品去生活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把我们从艺术里边、作品里边获得的那种滋养，成为我们内心的养料就好了。它让你成为一个思想和别人不一样的人就好了。谢谢老师。可是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。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Sean Rock says, can you feel it? Sean Rock says, can you feel it? Sean Rock says, Hey, boy, what you got on? What you got on style? Oh. 孟老师好，大家好，我叫梁龙汉，然后今年23岁，来自吉林省世平市。来选你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，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。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。爱之，请回答。你的第一个诉求是？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跳健身操。哇哦！健身操这个项目真的特别好，那它属于是有氧的这个小强度项目，适合我们很多人群。而且健身操对于情侣来说，2个人一起跳，能增进情侣间的感情。哇哦！你想找谁跟你一块跳？有没有那个毛遂自荐啊？哦，这么热情。你看都举手了，对，你跳8号、10号、3号。我先教你们一下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哦。陈老师要不一起？哦。告辞。然后咱们学第2个动作，1、2、
3、4、1、2、3、4。来试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来。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，为我1、2、3、4、5大、6大、7大、8大，我翻着你。好，这个情话多说一点，还没教，还没教。好，谢谢。都跳的挺好的。嗯，我觉得山女嘉宾跳的真的好，比我专业多了。你倒不用这么客气。我觉得这个舞蹈的它开心的功能估计要大过减肥。你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个动作。5大、6大、7大、8大。想起我的童年。好，你的第二个。我不希望你介意我从来不发朋友圈。哦，这是你的朋友圈是吗？啊，好可爱哦！学业繁忙，我先挂了。嗯。你们介不介意这个事儿啊？14号。你好，男嘉宾，就是现在谈恋爱一般都会在朋友圈里官宣，那如果你的另一半要求你官宣的话，你会介意吗？那可以，因为我这个不发朋友圈，主要指的是因为你想文案要想半天，然后你这个你怎么得选好看点的图吧？你不能选一个很丑的图就放上去了。你说再精致点，再配个滤镜，就是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懒。第二点呢，其实我这个人，比较喜欢把我平常的一些事情和我的现实一些朋友当面去分享。是我听过网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没有动态的时候都在好好生活，所以你是这样的人，对吗？对，而且就是如果假设我们在一起了，你要求我去发朋友圈是可以的，我甚至可以就是我们官宣我要发朋友圈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换头像，也可以换背景，只是我的意思是我不太喜欢和陌生的人分享我的事情。好的，谢谢。21号。男嘉宾你好，那你介意我拿你手机帮你发朋友圈吗？哎呀，不介意啊，肯定不介意。嗯，你这个话让我想起网上说的，有人在朋友圈问：“哎呀，跑长途好困呐，哪个兄弟能告诉我，教我个办法，能让我跑长途不困？”你把手机给你副驾的老婆，手机给你副驾的老婆。我保证你5个小时都不困。来看片子。体育生在你心中是什么模样？是速度，是耐力，是身体对抗，还是战术博弈？这些都是我的经历。我是梁龙汉，一个不简单的体育生。初中曾是170斤的小胖子，后来靠坚持运动瘦了30斤，也爱上了体育。高中成绩吊车尾，被老师激励零下30度早起背单词，成绩从倒数第1冲到前10。现在的我，体育、人文、社会学研2在读，篮球、羽毛球，运动活力满格，学业和身材双双逆袭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：站着不动，你永远都是观众。梅花桩、流星锤、珍珠球，这些项目可能大家都很少听过，这也是我目前研究的方向之一。如何把传统体育运动向数字化转型？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精神。我的人生有2大快乐，一是运动，2是吃。吃什么我必须先做计划，1日3餐不重复，2天的菜单也不重复。我吃饭还有个习惯，不喝酒，不聊天，不拍照，纯干饭。
一顿至少3到4碗饭。有一次同学聚会，我那个朋友呢想让我活一下气氛，结果话没聊几句，菜我就一个人吃完半桌了。我同学跟我说：“你干啥不行，吃饭第1名。”后来我也因为这事儿声名大噪。我很喜欢大学的食堂，除了我最爱的排骨饭，天南海北的菜都有。即使身在北方，我也能吃到南方的菜。这每一口啊，也常常是一种想念。我的父母在南方做生意，我从小跟着奶奶长大。我很珍惜每次放假团聚的时光，我也很明白什么才是陪伴。我最向往的生活呢，就是和心爱的人边吃美食边看风景，那长长的路，我们慢慢的走。1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，就是我以前在6年级的时候，当时也胖到了100多斤。然后我后面也是，家里人不断的逼我学习嘛，然后我大概是在半年的时候瘦了20多斤。然后包括喜欢美食，我也会像您一样，前一天晚上就会把第2天3餐要吃什么规划好，然后每一顿饭的热量我都会去给它计算好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样的生活我很喜欢，就这是咱们就是很像的一个点。谢谢啊，因为我也是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睁眼，哎呀，中午吃什么，晚上吃什么，要吃不吃夜宵，我一般这些想不好我不起来。我也特别爱吃，我小时候有个外号，我姥儿给我起的，叫我的大墩子，像个石墩一样，啊对，请看图片，好可爱啊！这应该是所有老人最喜欢的孙子的模样吧？哎，对，对不对？完美，黑黑壮壮，显得我们家日子好。对。后来我瘦了，我姥说你这样不好看了。22号有话说。哎，来，22号。那个男嘉宾你好，就是我之前喜欢一个男生，那男生把我拒绝了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特别胖，我就开始减肥，我大概3个月瘦了50斤，就一天跑5公里那种。然后呢，然后觉得自己就特别漂亮了，之后就胖回来了。主要是你骄傲了。我说瘦50斤太厉害了，我说那咱们庆祝一下，对，庆祝一下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瘦回去过了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你当时因为瘦了50斤吗？然后你就庆祝一下，有没有可能你庆祝的时间比较长？对呀。有人庆祝1顿，你可能庆祝了1个月，我用1个月时间庆祝减肥成。那你后来有没有再爱上一个男同学，然后向他表白又被拒绝？哎，这就是问题的根本，就是我每一次喜欢上男生，我就会觉得自己外貌不太自信，我就开始去改变自己，我就经常会在这个情况下反复。明白，就你还是缺一个你爱的人，让他鞭策你变瘦，是吗？实话。哦，所以欢迎你来到我们这儿。4号。男嘉宾你好，你能接受一个跟你截然相反的女朋友吗？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动的人，我能待在家里，宅在家里看书写字，我绝对不出去。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在公园里遛弯儿，然后我可能是，有点凡尔赛啊，可能我是天生瘦，我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瘦猴一样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这种减肥成功的，就真的人很厉害，很有毅力。我就特别羡慕就是怎么吃不胖的，因为我是那种不会去强求他去改变成像我这样的人，就是你做你自己非常好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你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有你自己的爱好，你就去坚持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不需要改变。吃货境界图，你现在是属于哪个境界？我觉得我应该属于3吧，老饕。我真什么都吃，我没有忌口，就是你只要送给我吃，我就吃。孟老师已经到5了吧？我不在这个表里边。哇！我也喜欢美食，我也爱吃好吃的，但是我在这个事情上呢，我不愿意去花很多时间去研究，所以呢，我这样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要交1、2个这样的朋友就好了。陈老师还在第1阶段吧，好像。
对我也不在这个表上，我这还没到第1集呢。是老婆给什么吃什么，还没入门呢。19号。我觉得我应该是1到5都有，因为我分时间吧，可能工作的时候可能就是1能果腹就行，然后可能假期的时候就是吃爽，然后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就属于5，品味就是各种大菜啊、小吃之类的。他说的很好哈。3号。我是属于那个第3阶段，我也是什么都吃。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，你有没有吃过禾虫？就是一个虫子，然后它炸了之后特别香。其实有点不敢吃虫子，但是我还是想吃。绝大多数你们没有吃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虫啊，什么小鱼小虾没见过没听过的东西，裹上面粉一油炸，撒上孜然，撒点胡椒粉，出来都是一样，都是蛋白质。13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看你 VCR 是可以把那种传统体育项目融合到科学技术，是那种手柄类的吗？因为我们平时可能接触那种传统体育项目越来越少了，想问一下是什么体育项目都可以融入进来吗？也不是任何体育项目都可以用这个数字化去给它转变的。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，更多的是给它构建一个平台啊。大家看图片。它这图片上呢，一共列举了这么几个传统民众体育项目。那第一个项目呢是这个广西的板鞋竞速，3个人像雪橇一样，很多单位团建把几个人腿并在一块跑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就这个意思。下一个呢是这个朝鲜族的跳板，就是起跳的这个运动员呢，他会在脚上绑一个毛线团，然后呢，比的就是跳起来之后毛线团被扯出的长度。那划龙舟又是怎么个事？你给我好好讲一讲。咱们国家呢出土了一个文物，它那个上面呢刻着一些人，然后他们呢再划一个像舟一个类似的这个图案。这个就能证明，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，我们国家呢就已经掌握了划龙舟这个体育项目啊。我想到那个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作者宋代的张择端嘛，他一生2幅画很有名，另一幅就是《金明池征标图》。就是画的这个龙舟的场景，30厘米长的画卷里面有上千人在其中，其实讲了宋代的时候规模宏大的龙舟征标竞渡的这个场景。古时候就是文武，体育其实是武的范畴之类，所以文武双全确实有这样的渊源。所以这些民族的体育方式里面饱含了这种丰富的文化血脉。好，看下一条。曾经我是个特别自信的人，只要遇见让我心动的女生，我就会主动出击。能加微信吗？加微信吗？我没有微信。像这样的拒绝发生了10几次之后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，我真的很普通。直到后来我遇见了她，我的自信回来了。那一眼心动是她的侧颜，好像还发着光。就这样，我们的恋爱开始了。我觉得爱一个人就是要陪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。他喜欢压马路，我就陪着他一圈一圈的压马路。其实我更喜欢一起跑步，不喜欢慢走，但是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他也会经常陪我打篮球，但是他总是低着头玩手机。我自己感觉我打球还是挺帅的，但是我感觉他不太喜欢看我打球，而且我这个人也不太喜欢勉强别人做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。天这么热，下回就别陪我了。这个是你说的？行吧。她是一个特别有分享欲的女生，她还会给我分享一些奇形怪状的云朵和树叶。好看吗？哇，好好看啊！就这样，我们甜蜜了1年。临近毕业，她选择就业，我选择读研，我们开始异地，相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每天固定时间查岗，饭前必须打视频，只要我不回应，她就开始猜测。我好像在努力地维持着一种她需要的信任感。有一次我睡得早，我给她留完言我就睡着了，结果我一醒来发现了几百个消息和几十个未接来电，我吓得赶紧给她回电话，但是呢，她一接电话就是崩溃的大哭。后来她发泄情绪的情况越来越多，我感觉她完全不信任我了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分手。希望未来的你情绪稳定，活泼爱笑，多点信任，少点猜测。其实体育生很专一，因为他的单膝只跪跑道和心爱的你。
哎，这句话如果你不碰到体育生，你还就想不出来。24号，刚才看到 V4里男嘉宾说，就是你遇到心动的女孩子就会主动上去要微信，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，如果让我去要微信，然后人家拒绝我，我会很尴尬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当时的心理以及那些女孩子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去拒绝你呢？就我经验来说，分很多种。有一种是，一般我不是很尴尬，我脸皮比较厚。第二种就是有个那个情侣的手镯啊，情侣戒指啊，我说啊，哎，好玩啊！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还有一种呢，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哈，我说美女，咱们加个微信，然后她说，哎，我觉得你特别像我认识一个人儿，我说谁啊？陌生人，走了。好，哦，不过像他这么坦坦荡荡，面对这么多拒绝，非常坦然，这不多见的。非常自信。好像是吧？可能我脸皮也是属于厚的，稍微厚一点。对，一点点。你们会怎么拒绝别人加微信？14号，我有听到过别人要微信的经历，男生问女生：“美女你好，能要个你的微信吗？”然后女生回答：“啊，你要我的微信，那我用什么呀？”19号，我有一个好方法，碰到你不想加别人微信的时候，你可以说啊，我扫你吧，然后扫上了，然后就不加他。哦，就可以避免当时的尴尬。4号，我问到男生要微信，如果是个帅哥的话，可能给他微信；如果不是帅哥的话，我可能会跟他说我结婚了。你看，女生说起来就大大方方的，我是颜控，如果帅我就加。反过来，男人说就显得有点油腻。14号，你好，男嘉宾，我觉得在感情里面，信任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在一段感情里面，信任就是消失了，那你觉得这段感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吗？其实对我来说，两个人相处的时候，一定是要特别开心啊，每天都特别舒适。如果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，反正我去猜忌你，你去猜忌我，这样的感情的话，一定要在这个没有撕破脸，或者是没有那个发展到很恶劣的时候，就适当结束。这样的话，会留给两个人特别好的这个美好的回忆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11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的上一段感情可能和你的前女友比较像，女生为什么会猜忌？可能她感受不到被在乎，感受不到喜欢的时候，才会有很多这种想法。我想问你，如果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，会去怎么解决呢？花开有时，不负期待。非诚勿扰，马上回来。非诚勿扰，现在继续。我想问你，如果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，会去怎么解决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给予对方他们想得到的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在异地的过程中，或者说在互相不信任的过程中，只是因为我给到你的安全感并没有达到你的预期。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行动，比如说你要求我每次出门前要给你打卡呀，或者说一些报备啊，这种东西我一定会去做的啊。但是呢，虽然说我会做这些东西，但是我还是更希望你能对我有一些信任感。谢谢。现在留灯的是4号、17号，有请4号、17号。来看心动女生是谁？
1号。来看一下直推是梁龙汉的直推女生是19号畅书月。男生自信努力，热衷美食，温暖外向，享受体育和运动，渴望信任被理解，喜欢同样爱吃爱动的聪慧伴侣。而女生呢，优雅活泼，努力进取，感情中喜欢另外一半努力优秀，强势可靠，有仪式感，两人相似又互补，是棋逢对手的欢喜冤家。王丽秀1，百变身份2，超强时间管理3，现在就出发。2吧。2，利用好每一分钟，每天工作和学习持续14小时，会计、人资、舞蹈、古筝都取得了专业证书。哇，14小时。邓晨丹，这样的我的恋爱观，期待的你。1。Hello， 我是邓晨丹，今年23岁。我的猎奇心很强，喜欢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。喜欢社交，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，了解不同的人心里的想法。喜欢制作一些美食，做美食的过程让我很治愈。家里有2只金渐层，如果你也喜欢小动物的话，我想我们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的。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我喜欢的，但是很多时候也会想要有一个男孩子来跟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，陪着我度过以后的种种。畅书月，我迷恋的，认识一下我吧，我希望。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畅书月。我的工作目前是室内设计师助理，喜欢热闹，是个很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的人。他们总是能给我带来快乐。在 MBTI 人格测试中，我是 INFJ。听说这种类型的人格非常稀少，只有不到1%的人。而我就是那个安静而神秘，同时鼓舞人心且不知疲倦的理想主义者。吴韵琪，理想的他，我的个性，理想生活。2。自己是比较独立的女生，希望在恋爱中不要时时刻刻黏在一起，双方都能给到对方足够的空间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。你们对自己未来另一半的职业有没有什么要求？是希望他有更稳定的职业，还是有这个更具有挑战性的职业？17号。看他喜好吧，我不太在意。1号。我可能会希望我的另一半比较的稳定。19号。我是会比较尊重对方的想法，你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情，我干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我们2个一起共同进步。4号。我还是希望对方有比较稳定的工作的，因为稳定肯定对于我来说的话是一种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状态吧。要做最后的决定了，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；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。你的决定是？我的决定是4号，4号。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再远也不会忧愁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带你去宇宙遨游，给你所有最好的，紧紧锁神 I love you， 一起走，一起走。大家好，我叫梁龙汉，我希望我们能一起跳健身操。我是一个不喜欢动的人。你有你自己的生活，你有你自己的爱好，你就去坚持的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不需要改变。我的决定是4号。
很紧张、很激动，现在激动的有点就是手足无措了。我觉得他很好看，然后再加上我们性格也挺互补的。我对自己未来规划就是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在剩余时间呢再去做一些我自己擅长的事情。我爱吃潮汕牛肉火锅，我什么都吃。那可以的，一起。我就喜欢那种吃饭吃的比较多的男生。太好了。而且我不喜欢吃饭的时候就说很多话，埋头干完就好了。对呗。好4号好开心啊！对，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4号最后我能看到的2步是跳就走了，是蹦着下去的。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跟前男友，他前男友嫌他土，对，然后他就开始研究各种穿搭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男孩真是宝藏男孩。我觉得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、什么爱好，但是他情绪稳定、自信心很足，这个点我觉得是每一个人身上都非常可贵的品质。他身上有一个很稀缺的、很宝贵的人格特质，就是10个经常去要人，尤其是要女生微信的男生，有9个身上会稍微有点油腻。他没有，他就有非常独特而矛盾的气质。他要了那么多美女的微信，竟然不招人烦。所以同样的事儿分谁干，对，同样的话分谁说。我觉得吴云奇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是的，需要一个小太阳把他那个过去的人生稍微抚慰一下。对，祝他们幸福。好，有请下一位男嘉宾。洪飞老师好，2位老师好，我是张宏辉，今年27岁，来自重庆。来选你的心动女生。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，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。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，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。爱之请回答。您的第一个诉求是？我希望和你看一部完整的剧。你以前都没有和女朋友看完过一部剧就分手了？那也太短了吧？没有，因为看这部剧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，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一些互动，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共同话题，那这样的话会加深我们的一个感情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还有一点，恐怕在选择看剧的时候，2个人是什么品味就会找到。10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那个完整的剧，一个过程大概要多少时间啊？因为电视剧有些不是很长嘛。然后我就是那种在更新的电视剧，我一定不会去看它，我一定要等它更新完了，然后我安心的花1个周末2天的时间，全部把它看下来。50多集的剧2天就看完？倍速。2倍看。啊，一句完了，昼夜兼程。李慧慧，请问男嘉宾你喜欢看恐怖片吗？因为我好喜欢看恐怖片，是我的最爱。我不太喜欢，但是我不建议跟你一起看。哇哦！对，我不建议跟你一起看。你不太喜欢恐怖片，那你很会演爱情片啊！对，可以。那李慧慧，你看的时候会保护他吗？没事，我挡住。14号。你好，男嘉宾，我就是在看剧的时候呢，我会就是假如我有看不懂的地方，我会暂停，然后先问啊，他为什么他喜欢他？他们2个什么关系啊？他为什么要追杀他？都会这样子，你会介意吗？还有就是你平时追剧的时候有什么小习惯呢？这个我不太会建议的。我追剧就是可以根据你的心情来看。好的。好，第2个。
我不希望你建议我是一个整理控。整理什么？就是房间、衣服，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物件，我都特别喜欢整理。就平常的话，我会把它整理完了之后，然后拍照纪念一下，然后我也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这是你的茶几？对，这是我茶几。还有现金。哇，最大面值1元，这个还有生谱。他生活是很有秩序，而且对自己还挺好的哦。而且非常细致。我来问问女生有没有喜欢这个事儿的。21号。我想问男嘉宾的是，男嘉宾是不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啊？对于我自己个人的话，我是有稍微的一点强迫症的。但这个是只针对我自己，不针对别人。24号。你是一个整理控，那如果说你的另一半他可能不太会整理的话，那你是会督促他去整理，还是说你会伸手帮他整理？一般的话，我会询问他的意见，他需不需要整理？如果他需要的话，我会去动手帮他整理了。哎，你的那个笔都摆放的特别整齐，他往沙发上一坐，哎，给你弄歪一点之后，你，哎呀，会难受吗？会难受。他会按句暂停，过来把这个笔调整到原来的角度。9号。就是之前公司有一个人，他就是特别爱整理东西，只要他经过的区域，所有东西都整理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我想知道男嘉宾是这样子的吗？不会的，因为我会选择不去看他。不是，你要在那个地方待着，比如说一个位置可能坐个1天左右。那这种情况呢，我肯定会去做的，因为我确实在这里坐不了1个小时的。就是这个事儿吧，它是属于个人的爱好。你自己挺好的，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的秩序，但是呢，你只要不强迫别人，我觉得就没有问题。来看片子。我是张宏辉，来自重庆，现在是一名品牌连锁酒店经理。工作中的我保持专业和高效，有冲劲，有目标。走过多个城市的我，也体验过多种职业，不断探索未知是提升自我的秘诀。工作要拼搏，生活要享受。我习惯将工作和生活分开，上班下班2部手机，互不打扰。当我想放空自己的时候，找家小店，点一杯纯茶，享受惬意的时光。当我想热闹的时候，就找几个朋友打一场球赛，享受酣畅淋漓的感觉。有时我也会给自己放一个长假，来一场慢旅行。我曾经在一座海边小城待了1个月，每天漫步于海岛沙滩，看落日缓缓下坠，穿梭在市井烟火中，听当地人娓娓道来。我喜欢这种自由放松的状态，追求随遇而安的惊喜。在那次旅行当中的话，是碰见了一个外国人，我们是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的但是的话，晚上我们是靠着翻译软件，我们聊了1个晚上现在想想还蛮有意思的。我从大学时期开始看《非诚勿扰》，这个节目带给了我很多成长和启发。它不但让我学会了如何倾听，也让我塑造了良好的情感观。孟老师的自传《随遇而安》更是让我坚定了回到家乡的决定。再次回到家乡，热情好客的重庆人，清晨的2两小面，沸腾的麻辣火锅，曾经习以为常的这些都让我倍感亲切。在这座魔幻城市，开导航不一定找得到路，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几楼，过江还要排队挤索道。这些从前觉得很不方便的城市特点，如今却成为了家乡的专属回忆。如果你也喜欢这座城市，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发现它的魅力吧。你现在是住在重庆？对，是的，目前定居在重庆。陈菲菲。你好，男嘉宾。刚好你的 VCR 有2个特别戳我的点。首先，重庆绝对是我国内最爱的城市之一。就是我觉得重庆像一个热血莽撞的少年，就是充满激情以及直肠子。比如说重庆人说请你吃火锅，他是一定会请的。对的，是的。对，不会。咱们重庆人的话，其实是特别热情的。
打个比方，我去重庆问路的时候，就是我去问一个人，他可能会上来好几个人把我围着，他告诉我这个怎么走，怎么走，他生怕我好像找不到路一样，所以的话，我觉得这点是非常的亲切的。是的。对，这是重庆比较有特色的过江索道以及这个李子坝川楼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。到重庆去都上那儿去看，好多外地人跑到那儿拿着手机，就等那个车进去。那个河川陶片好吃好吃好吃，你带来了吗？对，我今天有带河川陶片，这是我家乡的一个特产，特别好吃。这是我小时候就吃这个长大的河川陶片，先流口水了已经。谢谢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桃仁儿，里边有那个里边有那个桃粒儿。继续3号。你好，男嘉宾。其实我也算半个重庆人，我是重庆隔壁达州的，我老家。然后跟你那个说，其实老家话是一样的。四川那边对吧？就我们老家话是一样的，其实。要得，要得。然后我看你那个上下班是2部手机嘛，那意思是你有2个微信号是吗？是的，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我平常的话是有工作和生活把分开的一个习惯，工作的话是用工作手机，生活的话是生活手机，所以我觉得这样把生活和工作分开，这样的话会更有条理一点，会更轻松一些。但其实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就是你会把你的2部手机都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的，没问题啊。哎呦！1号。男嘉宾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您是从事酒店管理对吗？对，是的。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去旅游嘛，然后我听他们说假期出行的时候，线下订酒店会比线上更便宜，有这么一回事吗？酒店的话，其实如果你要假期去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假期去好了，因为假期的话，酒店都会涨价的。7号。男嘉宾您好，其实我非常理解您这个工作跟生活要分开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，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全情的投入，而且因为我是教这个面试的嘛，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特别激情澎湃的。那我觉得一天上完课9个多小时之后，我一定要有自己的时间，所以无论说在哪个城市出差，我可能都要自己去走一走，或者说有自己的时间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，或者说去品尝一些巷子里面的小美食。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，所以非常理解您这个想法。对的，是的，感谢您的理解。这个7号女生每次在我觉得有点疲倦、有点累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点7号说话。他只要一张嘴说话，说什么内容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主打一个昂扬。我听完他说话之后就不疲劳了，精气神就上来了。13号。男嘉宾，你从大学就开始看《非诚勿扰》，那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，你比较赞同的爱情观点？然后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女嘉宾类型呢？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温柔懂事，并且看起来也不要那么幼稚吧。看起来不幼稚，哪一种就看上去就幼稚啊？倒也不是没有，这就是看上去比较幼稚的啊。这个该说不说，18号的发型确实背面看都能觉得很可爱吧。这样，我们来看下一条片子，了解一下他的情感经历。我和初恋在球场相识，他经常为我欢呼打气，慢慢的我们互相熟悉，在跨年夜的钟声里走到了一起。恋爱后，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块儿，对他的很多要求都会答应，但慢慢的他有些变本加厉。他那个好狼好爱和你的，那个我爱吃，你不准吃，不准去打球了，出来陪我耍。有一次在我生日聚会上，因为人太多，
对他的朋友有些照顾不周，我跟他做了解释，但他要我当众道歉，还和我大吵了一架。最终我们分手了。我觉得一定要有底线，不能彻底放宽心理界限，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就是彼此平等并且长久的这么一份感情。第二段恋爱是在我出差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工作上的合作伙伴，虽然彼此都有好感，但从没想过进一步发展。当时他比我小6岁，并且的话又是合作关系，所以当时压根就没有想过会在一起。他会时不时制造偶遇，有一次我去朋友家，发现他也在，一开始以为是巧合，可后来又去了几次，每次他都在，并且会提前做好我爱吃的小面，正是这碗小面改变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嘛，女孩子为了靠近我，去找到我的朋友，制造一些相处的一些机会。那我当时就在想，一个小我6岁的女孩子都可以这么主动，那我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更加主动一点吧。我们在一起后感情很好，也约好了一起去重庆发展。后来他的亲人生了一场病，这次变故让他改变了主意。我觉得爱情当中充满了不确定，包括我们对爱情的理解，会因为很多事情发生改变。就像我当初会因为一碗小面改变自己的一个爱情观，所以我非常能够理解他当时的选择。最终我们和平分手了。希望未来的你性格开朗，热爱生活，我们能平等的相处，彼此坚定，一起携手面对未来爱情中的不确定。哇，什么？爆灯了！来3号，允许我花痴一下，他长得好帅，他真的好像赵又廷。谢谢谢谢。男嘉宾，我也会煮小面，因为我也算半个重庆人嘛。达州哦，达州对。对，我做面还挺好吃的。其实我做面条也特别好吃。哎呦，而且你们就比一下，看谁更好吃啊！我想问一下3号，VCR 当中哪一句话打动你，说一定要报这个灯了？花开有时，不负期待。非诚勿扰，马上。非诚勿扰，现在继续。我想问一下3号，VCR 当中哪一句话打动你，说一定要报这个灯了？我觉得他真的很帅。他又不是在第2条片子才帅的，就是他一上台就很帅啊。对啊。慢慢累积再叠加这种好感。21号。男嘉宾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在恋爱中的底线是什么？把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拉到了，欢乐了没有1分钟了，拉到底线哇！主要就是不能内耗自己嘛，就是我一旦开始发现，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内耗，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内耗，然后我们互相开始有点折磨对方了，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已经触碰到我的一个底线了。14号。你好，男嘉宾。你好。我非常赞同你的这个想法。就是如果一段感情里面2个人就是不平等了，那其实就是在互相消耗对方。但是我想知道第2段里面你们2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分开了？是这样，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家里面人生病了嘛，后来他们家里人就不太想让他出去，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后来我们也没有走到一起。要回去照顾家里边人。对，就是他们家里面就是特别不愿意他要离开他们当地了。1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就是你好刚刚有听到您的 VCR 里面说，其实你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，对吗？那我想问，就是在以后的感情处理中，你会偏向于更主动，还是说偏向于更被动？主要是也是分情况吧，该就是男生主动的，肯定我一点也不含糊。但是就是有些时候嘛，也不需要
太刻意的去主动，感觉的话就是不是有点逼得太紧了？我担心会给别人造成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负担。最后一个问题，3号。你好，男嘉宾，我想问你，就是重庆不是就是那个耙耳朵，你是耙耳朵吗？算不上硬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懂。就是也算是耙耳朵，但是也没有那么耙，是吗？没有，其实我们重庆人的耙耳朵，它其实是对男人的一个赞美。它其实就是讲的是重庆的男人都比较爱自己的老婆，比较什么事都愿意让着她。这个所谓的耙耳朵，更典型的是成都。成都男人以此为骄傲。来，上去灭掉1盏灯回来。有请3号、6号。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看大屏。12号。男嘉宾的自推女生是20号于小晨。男生独立自信，努力进取，敢做敢闯，热情温柔，体面整洁，闲适惬意，情绪稳定。感情中喜欢照顾和体贴对方，有点粘人，也要独立空间，喜欢有冒险感的爱情。女生外表靓丽、优雅恬静、随和合群，有上进心，追求品质生活，也懂得节俭。感情中喜欢交流分享，看重陪伴和感觉。男生公私分明，事业生活兼顾；女生温柔随和，浪漫可爱，是在一起难舍难分的幸福爱人。供2位参考。女嘉宾的资料看一下：熊依林，1欣赏不来，2我的网购收藏夹，3喜欢这样的我吗？3喜欢这样的我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依林，下面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吧。这是我闲暇时待在店里的角落品茶，这是我能让一个仙女变成一个更好看的仙女，这也是我拉得了货物也用得了电钻，这还是我乐于和朋友分享生活。你们没看错，这个仙女也是我。我叫熊依林，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。你喜欢我吗？马蕊，理想的爱情，期待的你，小怪癖。2期待的你。成熟稳重，情绪稳定，能包容自己的小任性。如果能会乐器就更好了。你会乐器吗？早些年的话有学过长号。长号？对，长号，管乐。哎。于小晨，反差感，选择性失忆，说话方式。1反差感。对于刚认识的人会表现得高冷话少，对熟悉的朋友3天3夜都聊不完。富阳，我的情感观，我的焦虑，你喜欢这样的我吗？3你喜欢这样的我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付阳，我是一个爱笑的女生，平时喜欢和朋友约在一起吃火锅，工作有时会令我压力比较大，所以我喜欢去运动，空中瑜伽，还有滑雪。多巴胺的分泌让我的心情和身体保持舒畅和愉悦的状态，还喜欢和朋友约着一起去旅游。打卡拍美美的照片，你喜欢这样的我吗？
全场的男同学都很安静的、默默的看着这一切。你看这些妹子嗨成什么样？哇！来，最后一个问题问4个女生。就是你欣赏哪个明星？为什么？赵又廷，赵又廷。明星，我也不太追星哎。是这样，就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彭于晏的，因为我是想成为他那样，就是阳光、自信，并且又有自律的这么。我认为你往赵又廷方向发展可能会近一点。打个样我就知道了，我喜欢刘德华。因为是受爸爸的影响，然后从小听刘德华的歌曲长大的，所以现在也会听一些他的歌曲，然后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艺德的艺人。好的。我喜欢的明星是周星驰，我喜欢他的作品，然后喜欢他的风格。我喜欢的是乒乓运动员马龙。因为我很喜欢他在赛场上为国家拼搏争光的精神，我很喜欢这样热血的男生。我们好好听一下，3号喜欢谁？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明星，但是今天我特别喜欢赵又廷，我特别喜欢赵又廷。我特别喜欢赵又廷。我的天，高圆圆听了都生气。好了，最后给3号一点时间。你好，男嘉宾。然后你是重庆的嘛？我是四川的。我们地域也挺接近，然后饮食方面各方面都挺接近的。然后过年呢就不存在去谁家过年的问题，就真的很近，就当天都可以来回那种。然后呢，你今年27岁嘛，我也27，我觉得年龄也合适。然后我希望你能选择我，我希望你能选择我，谢谢。很好。我希望你能选择我，谢谢。最后看你怎么选了啊！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。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。你的决定是？花开有时，不负期待。非诚勿扰，马上。非诚勿扰，现在继续。最后看你怎么选了啊！选中间2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。另外2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1个。你的决定是？你好，男嘉宾。其实我也算半个重庆人，我是重庆隔壁达州的，我老家。我也会煮小面，我做面还挺好吃的。你今年27岁嘛，我也27，我觉得年龄也合适。我没有特别喜欢的明星，但是今天我特别喜欢赵又廷。我希望你能选择我，谢谢。我还是想选择一下心动女神。心动女神。哇！
来，3位女生请回。来，最后争取一下。没有，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三号女生可以这样喜欢我，真的是特别的纠结。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遵从一下自己的内心。哦。12号女生马蕊，我有看过你的节目有好几期了，也有关注到你。而且其实的话，咱们昨天晚上碰见过，估计你没有认出来我，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就是真的，我觉得就是看到你的话，就是你各种的，不管是外形还是说话方式，都是长在我的心坎上面的。昨天晚上也连夜去学了一句土味情话，现在我想要讲给你听。就是碰见喜欢的人、心动的人，会有怦然心动、小鹿乱跳那种感觉嘛。但我当时碰到你那个时候，我有怦然心动，但是我的小鹿已经没有跳了，因为它已经一头撞死掉了。他已经一头撞死掉了。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和你一起去书写我们未来的一个生活。来，马蕊。我想说男嘉宾，我昨天晚上确实没有太注意到你，因为我觉得你长得蛮帅的。不过，还是感谢你对我的喜欢。因为重庆这个地方对我来说，我还是有一点点目前不太想去，因为我第一段感情，和前男友一起去过这个城市。看来那儿留下了不太美好的印象，是吧？对的。所以谢谢你的喜欢，很抱歉。好的。很遗憾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。对于3号女神，首先我想说一下对不起，确实有点辜负3号女神了。我之前也没有太多的关注到她，突然给我爆灯，我感觉当时我的整个头都是有点懵的状态，没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我不能就是对自己不喜欢的我去对她就是不负责嘛，我觉得这样对她也不公平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经验当中，这2个选择代表了一个男人的爱情观，一个年龄相当。地域符合，生活习惯搭配，一切都是熟悉的人，和一个外地的神秘的仰望的女生之间，它是完全2种不同的情感观。我有注意到付阳在问他你是耙耳朵吗？你们在用一种熟悉的文化现象在对那个暗号，但是他的回答是不太硬。他不是说是啊，我是啊，他不是一个热情的方式，他是一个半推半就。所以你刚才在表白的时候，我注意他的眼神一直是闪躲的，他可能不想选择一个文化上那么接近的人。但我觉得我很欣赏3号，很有勇气的表达自己的喜欢。是，谢谢黄老师。我在想付阳最后的那一段表达已经很好，但是那段表达我听完之后感受到是客观的现状的描述，我们很近，合适，你所有的在落点在这里。
我有注意到的，在现场他笑得很灿烂，脸都有一点微红的那一刻，是你说我平时不怎么喜欢明星，但今天我喜欢赵又廷那一刻，浓烈的、直白的、只给的好感。如果的落点是喜欢、喜欢、喜欢，会不会效果更好一点？谢谢收看今天的《非诚勿扰》，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往前一步是幸福，退后一步是孤独。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，爱情不能不清不楚。往前一步是幸福，退后一步是孤独。在纷纷扰扰之间，我明亮了双目，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